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暗暗地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也就是喜欢玩阴的？为什么中国人是最逆来顺受、最容易统治的民族？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在今天的读书章节里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来学习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和逆来顺受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清理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我得不到，你也休想得到。在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产品主义的文法规则在性方面的表现。对整个人的发展来说，产品主义的法则是我出不了头，你也休想出头。在性这一方面，同一个倾向则表现为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或者是我正在做，你却不要去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必须声明，这种行为并不是出现在所有中国人身上的，而只是某一部分人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在现代西方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过。这当然是一种中古时代的病态。很不幸地，中国文化似乎只有中古状态，而且如果人我界限不明朗的文法规则不改变的话，就永远只有这种状态。有些人以朋友的身份去破坏别人的好事，或者本来只是普通的男女交往，他们却心灵超速地认为是那一类事情，于是就着手破坏。例如，有些人在看到你与异性交谈时，就会走过来，故意地提起你认识的其他异性的名字，当阻止你交往的目的达成之后，就扬长而去。做这一类小动作的人，往往自己也正在搞男女关系，但是偏偏就看不顺眼别人能够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如果是另一个陌生人的话，反而不会撩起他的嫉妒，正因为是朋友，就觉得非破坏不可。在国内某大学时，也听过一宗这样的实际案例。某系一名男生与一名女生交往甚密，可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关系，然而班里的其他人却往坏处想。本来最近几年来，外部对这一类的事情的压力有减少的趋势，然而在这一宗个例中，听说那一名男生在别的城市已经有女朋友了，于是就犯了众怒，不止惊动到指导员出面干涉要拆散他们，全班也在酝酿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产品主义的文法规则既然表现在性的方面，而特殊化的文法规则自然也不免出现在同一个范围内。在国内时发现，对绝大多数属于正经的这一主流的人口来说，性是不能被容许存在的，而他们本人也将非性化内在化，将性当作是一个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因素。然而社会中下层的某一部分人在性的这一方面就比较随便了，甚至可以在公园里做爱。中下层的这种做法自然是比较接近动物式的。至于社会上层，如果做同样的事情，就不至于弄到这种没有尊严的地步。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表现。马列主义改变不了它，其他外来的思潮也改变不了它。太平天国运动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指导，因此在行伍之间搞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即使是已经结了婚的男女士兵也要被分开，偷偷幽会就会被斩首。然而太平军领导阶层的5个王府则搞3宫6院。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是用等级去定义人的，因此就必然会演变成这样。特殊阶层这种对待自己以及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自然与将老百姓儿童化的倾向有关。中国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模拟父子的代际关系，而中国人代际间关系的文法也是上一代可以做的事，下一代不可以去做。中国人解决代际间矛盾的方式则是由下一代向上一代投降，因此在性的这一方面也必须有父权独占所有的妇女，而自己则接受阉割，只有等待自己接掌父权以后才去做父亲所能做的事，并且将这一个规律重演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因此中国人将少年期取消，使青少年形成极端自我压缩的人格。一个人只有在年事稍长之后才敢做自我扩张，其实这种扩张也是有限的，是相对年轻人来说，因此年轻时就一直对自己估价过低，自我抹杀，到了老年就会变得老气横秋。中国人代际之间关系的文法反映在性这一方面也是如此。在青少年阶段被非性化了之后，到了老年阶段，尤其是自己有钱有势之后，就可以去获得。而且既然将本来应该是正常健康的青少年的性爱用肮脏的态度去对待，结果在等到了自己用特权去搞时，就会用肮脏的手段去进行。因此在性这一方面，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吸血僵尸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之所以要将它非性化，正是要使它没有了一个人发展到生殖期阶段所必然出现的性冲刺和攻击性，目的是为了使它在公式化渠道的二人关系中永恒地保持和合。这个底层源代码对遗传系统的施暴并不是一定会成功的。中国人自然仍有攻击性，但它必然会以一种十分扭曲的形态表现出来，例如用以退为进、借力打力的方式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或者躲在群众里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暗中宣泄自己的攻击性。换而言之，就是以团结的方式去斗争。不过总的来说，却是促成个体的大幅度弱化。逆来顺受，中国人有逆来顺受的美德，对违反自己利益的事也多半采取吃一点亏也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抹掉自我的倾向，如果程度加深的话，甚至可以达到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权利，甚至包括生命权利的地步。这个抹杀自我的倾向在文革期间曾被推到最高峰，当时曾经提倡每一个人将一生交给党安排，我是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并且还对一个人为了拯救一条被山洪冲走的树木而丧生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加以表扬。在正常时期，这种逆来顺受以及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的态度却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因为一群连自己的权利也不清楚的人是可以随便让外来的意志加注在自己身上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鲁迅笔下祥林嫂的影子，换而言之，可以任由别人踩在自己身上而毫无怨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百姓，只要能够满足有一口饭吃的这个身体化的需要，他们就很少会向统治者要求采取对抗的态度。至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也大多数只是谋一口饭吃，而很少参与政治，因此到了向东南亚地区派花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甚至在美国这个移民众多，而大家又都在公开组织压力团体的地方，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落后于别人的。这种两脚羊的软弱性归功于中国人性格中祥林嫂的成分。在中国人之间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当自己的小孩与邻居家的小孩打架时，父母将他们拆分开之后，总是先打自己的小孩，也不管正义在何方。这种做人方式，其结果自然会使自己的孩子也形成自我压缩的人格，放弃对抗的态度，事事去迎合别人，而认为自己的利益是不合法的。其他的效应还包括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不顾原则的做人方式等等。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往往使自己被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让他们继续存在。泛文化性的逆来顺受的倾向，一方面在广泛的层面上制造出上述那种被解除了武装的人，另一方面也会制造出专门去剥削别人的人。后者在掌握到一般中国人做人不轻易拒绝别人要求的这种倾向后，就学会将自己的不合理的要求强加在对方身上。许多中国人在面临别人的这种利用时，往往不知道如何说不，即使是没有那么软弱的人，心中感到不值，也会聊以自慰地说，顶多再帮他这一次吧。在中国这个用人情制约的文化中，一般人是被涉及到毫无自我伸张，但也有人情制约失效的乱的一面。对少数人来说，人情制约是失去效用的，因此他们是无耻的，是撕破面子做人的，是无毒不丈夫的，并且还教唆自己的子女也这样去做。然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的肆无忌惮，却是因为由大多数人的逆来顺受和纵容而培养成的。